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一种人，一辈子老实巴交，从来不争不抢，遇到了什么事情，他永远往后退，被别人占了便宜，他也只是笑笑说没关系。你觉得他吃亏了，觉得他傻。可是你再看一看这种人，到了人生最难的那些关头，总有一个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拉他一把。你问他，你怎么总有贵人帮你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今天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这个秘密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它就写在你自己的手上。在座的各位，男生请伸出你的左手，女生请伸出你的右手，手掌朝上，5根手指自然放松，慢慢并拢。你现在仔细看一看你的无名指，是不是比你的食指还要长出一节来？哪怕只是长出那么一点点都算。如果是的话，今天这堂课请你好好听完，因为我要告诉你，你这辈子有3段缘分是注定躲不掉的。这不是诅咒，也不是恭维，这是老天爷早就写在你手上的一张字条，只是你一直没有读懂它。我们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叫做生有相皆因果。你的身体长成什么样，高矮胖瘦，五官端正还是残缺，甚至你每一根手指的长短都不是随随便便长出来的，它们都有来历，都有原因。现代医学告诉你，这是基因，是遗传，没有错。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会投胎到有这种基因的家庭？为什么你遗传的是这个特征，而不是那个？这就不是基因能解释的了。这背后有一个更深的道理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根手指叫做无名指？我们传统文化很有意思，《道德经》开篇第一句就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讲的无名，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名字，而是说它超越了所有的名，超越了所有的标签，它是最本源的东西。这根手指在平时最不起眼，干活的时候它排不上大用场，拿筷子的时候它只是个配角，它不张扬，不像食指那样锋芒毕露，指东指西。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全世界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结婚的时候那枚金戒指、钻石戒指，为什么偏偏都要套在无名指上？为什么不套在大拇指上？为什么不套在食指上？西方古人相信无名指上有一条爱之脉，直通心脏，所以婚戒要套在这里。而我们中医的道理是，这根指头走的是三焦经，三焦经联络心包，心包是心脏的护卫，主血脉，主情志。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走的是不同的路，说的却是同一件事。这根手指和一个人最深处的情谊是连着的，就因为这种内在的关联，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今生注定会走3段不一样的缘分。先说第一段缘，叫做绝处逢生的贵人缘。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贵人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人脑袋里的贵人是那种天天请你吃大餐的人，是那种过年过节提着礼物来找你的人，是那种你开口借10万块，他连借条都不要你写，还跟你说不用还的人。我告诉你，那不叫贵人，那叫酒肉朋友，那叫冤大头，那是你运气好遇到了一个傻子。真正的贵人是什么样子的？是你的人生走到了最谷底，被朋友出卖，被亲人背叛，快要家破人亡，你觉得这辈子已经完了，半只脚都踏出了悬崖边上。就在那个瞬间，不知道从哪里伸出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死死地揪住你的领子，硬生生把你从鬼门关前拽回来。这才叫贵人，这才叫救命的人。台中有一个做传统五金加工的老板，我们叫他老陈。老陈这个人忠厚老实，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那根无名指特别长。老陈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拜把兄弟，2个人好到什么程度？老陈把工厂的财务章和存折全部交给这个兄弟管账目，从来不看一眼。他说，我们是兄弟，我信你。那个兄弟每个月给他看一张报表，老陈连看都不认真看，直接签名。结果呢，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拜把兄弟在外面赌博，欠了一屁股债，走投无路了。他居然设了一个假投资的局，把老陈工厂的周转资金
连带老陈拿房子去银行抵押的钱全部掏空，然后连夜卷款潜逃，跑到东南亚去了。手机也关了，人间蒸发。等到老陈发现的时候，工厂的账户里只剩下不到200块台币，而他身上背着整整5000多万的地下钱庄债务，5000万。你们摸着良心想一想，一个老实人，就算不吃不喝，做30年，哪里生得出5000万来？那是天文数字，是一个普通工厂老板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数字。那阵子，老陈的家里简直就像地狱一样，地下钱庄的人天天登门，按电铃踹门说：“你给我滚出来，你要还钱，不还钱就让你一家人好看。”他老婆本来是个很开朗的女人，那几天每天躲在客厅的角落里，哭到眼睛都快瞎了，整个人憔悴的像是换了一个人。2个还在念国中的孩子吓得连学校都不敢去，天天躲在房间里，听到门铃声就浑身发抖。老陈去报警，警察说人跑到国外了，很难抓。很杂这种民事纠纷，警察也难介入，叫他自己去找律师。他去找律师，律师摇摇头说，这个案子很难打对方跑路了，就算打赢了也执行不了。再说你现在哪有钱打官司？他去找亲戚借钱，去了3家，第1家没见到人，第2家倒了茶，听他说了2句就开始打哈哈，第3家连门都没开，隔着门说你找别人去吧。他去找银行，银行说你现在背着这么多债，风险太高了，四面碰壁。他心里想，我老陈这辈子没做过半件伤天害理的坏事，我对朋友掏心掏肺，对客户诚实守信，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坏人吃香喝辣，我这个老实人却要家破人亡？他越想越悲愤，越想越走不出来，整整1个礼拜瘦了将近10公斤。有一天深夜，他趁着老婆孩子都睡着了，偷偷拿了车钥匙，一个人开着那台破旧的货车，一路开到了北海岸。车子一停，他摇摇晃晃地走到防波堤上，黑漆漆的大海像是在催促他一样。他坐在消波块上，看着无边无际的黑夜，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心里想，我这条命就赔给你们吧，我死了，老婆孩子抛弃继承，总还能活下去，总比跟着我受苦好。就在他闭上眼睛，一只脚已经悬空，身体准备往前倾，要跳下去的那个瞬间，旁边10公尺外的大石头后面突然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少年，这罐冰啤酒请你喝，你酒喝多了伤胃，等一下跳下去海水呛进来更难受。老陈吓了一大跳，差点没站稳，摔在石头上。他回头一看，黑漆漆的夜里坐着一位穿着白色吊杆，戴着破斗笠的阿伯，手里拿着一根钓竿，脚边放着一个装冰块的保冷箱。他慢条斯理地看着海面，连头都没回，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老陈本来满肚子死意，不想理这个怪老头，他心里想，你管我干嘛？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决定。但那阿伯自己站起来走过来，硬生生地把一罐打开的冰啤酒塞到老陈手里，然后指着眼前那片黑漆漆的大海，只说了几句话。你看这海浪现在退潮退得这么低，但明天早上它还是会涨起来。你今天跳下去是很快活，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你老婆孩子的眼泪是不会干的。钱没了，再赚就有命没了，你就是个把烂摊子丢给女人的懦夫。就这么几句话，老陈突然像被雷打到一样，脑子里那根绷着的弦啪的一声断了。他抱着阿伯的腿哭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把这几个月来所有的委屈和绝望全部对着这个陌生的钓鱼阿伯哭了出来。那阿伯也没嫌弃他，就一直拍着他的背，不说话，就是让他哭个够。老陈豁出去了，哭完之后把自己遭遇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欠债的事，兄弟卷款的事，家里的状况全说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半夜在海边穿着破钓竿的阿伯根本不是什么渔民，他是台北一家顶级金控公司提早退休的副总裁，在金融界打滚了30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听了老陈的遭遇，从保冷箱里拿出手电筒，照着老陈随身带着的那些合约和账本，
一眼就看出了这些合约的破绽，一眼就看出了老陈是被冤枉的，更看出了老陈这家五金加工厂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实业，债务虽然重，但可以重组，是有机会走出来的。后来这个退休副总裁没有给老陈半毛钱，但他动用了自己30年来在商界和法律界积累的人脉，帮老陈找了全台北最强的商业律师团队，接着又帮老陈牵线了一笔银行的过桥资金，先把地下钱庄的烂债还掉，让债主不再去骚扰他的家人，最后教老陈怎么做债务重组，跟银行谈方案，让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就这样短短3年，老陈不但把欠银行的钱连本带赖还清了，工厂起死回生后，规模还比以前扩大了1倍，接到了国外的大订单。老陈后来怎么做？他逢年过节不管多忙，一定亲自提着最好的茶叶和补品去台北拜访那个副总裁阿伯，把他当作亲生父亲一样孝敬，每次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聊生意，聊人生，也聊聊那个黑夜里海边的故事。阿伯生病住院，老陈的老婆亲自去医院熬汤照顾，守在床边，一守就是好几天，这才叫懂事，这才叫接住了福报，这才叫缘分。有来有往，贵人会不会再来，取决于你接不接得住这份缘。接下来我要讲第2段缘，这段缘分说实话是最让我心疼的一段，叫做刻骨铭心的感情缘。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不用讲出来，在心里回答我就好。你这一生是不是总觉得在感情上，在婚姻里特别辛苦，特别容易受伤，觉得自己把整颗心都掏给人家了，最后却被踩在脚底下？如果你无名指长过食指，10个里面有8个会点头。为什么？因为这根手指走的是三焦经，三焦经联络心包，心包主情志，主血脉。这根手指特别长的人，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比普通人细腻太多了。别人对你一点点好，给你买碗热汤，你就感动得恨不得把命都给人家。别人随便说一句温暖的话，你记得几十年。看个电影里面的主角还没哭，你先哗哗哗的流一通眼泪。路边看到一个乞讨的，明明知道可能是骗局，腿就是迈不动，非得掏出钱来给他，心里才舒服。别人来借钱，你明明自己也紧巴巴的，结果人家说2句可怜话，你心里一软，拿去吧。结果钱借出去了，朋友也没了。在世俗人眼里，这叫傻，叫好欺负。可是你一旦受了伤，那种痛是刻在骨头里的，是牵着心脏在痛的，几十年都忘不掉。这是你最大的优点，也是你最大的致命伤。外面有些人看到这种手相就摇摇头说，哎呀，你这是烂桃花，这辈子注定感情不顺。这是胡说八道，这根本不是烂桃花。缘分有借有还，你今生遇到那个让你爱得死去活来，又痛得死去活来的人，不是偶然，是你们之间有一笔还没算清的账，你前世欠了他，或者他欠了你，所以你这辈子无名指带着这个印记来到人间，就是来牢结这段姻缘的。但是这里我要讲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想清楚的道理，你们这种心软的人，在感情里最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自己掏空了，去填满对方。对方遇到困难，你拿出积蓄去贴补对方想创业，你拿出自己的钱去支持对方软弱，你变成他的拐杖。对方有脾气，你无条件的忍，你以为这叫爱，其实你只是在喂养对方的依赖。水太柔了，会漫出来淹掉自己，你柔到没有边界，就是在废掉自己。人的本性是得来太容易的东西不会珍惜，你付出的越多，对方越习惯，习惯了就当成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开始嫌弃，嫌弃了就开始找别人。这不是那个人特别坏，这是人性。前几年有个快60岁的林大姐，被她女儿硬拉着来找我。一走进来，我抬头一看，她的脸色面色发暗，两颊发青，整个人瘦得像干柴，两眼无神，身上那种气是耗损的，憔悴的，是一个人长期心里有事，压着一块大石头的气色。她一坐下来，捂着胸口跟我哭说，先生啊，我全身都不对劲，每天晚上睡不着，
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常常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快要憋死了。我去大医院做了心电图，照了超声波检查，都说心脏没问题。我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我让他把手伸出来，无名指伸着，比食指高出整整一大截。我问他，林大姐，你不要跟我说你哪里不舒服，你直接告诉我，你家那个老公最近又出了什么事？林大姐一听这话，整个人愣住了，几秒钟后像溃堤的江水一样，哇的一声，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哭得整个身子都在抖。原来她老公是个标准的败家子，年轻的时候赌博成性，赢了钱就回家趾高气扬，输了钱就回家摔东西发脾气，要他拿钱出来，有时候一晚上就输掉他大半个月的工资。中年又在外面搞女人，被人找上门来要私房钱，他跪在家里大哭大闹，说对不起，你说我以后会改，说你是我唯一的老婆，说那个女人只是一时糊涂没有感情的。林大姐为了孩子也为了面子，30年来每天打工帮他还债，帮他擦烂摊子，帮他善后，帮他圆谎。有时候人家上门来要钱，他站在门口硬撑着脸皮说，你再等我几天，我去想办法。就这样30年，他不知道帮他还了多少钱，也不知道帮他遮掩了多少事，大半辈子活得像他的影子，像他的保姆，像他的银行，就是不像他真正的老婆。他心里恨不恨，恨恨的咬牙切齿。有时候晚上一个人躺着，恨到心脏都要抽起来，但他就是走不掉。他跟我说，有一年除夕夜，孩子都不在家，她老公输光了钱回来，对她破口大骂。她一个人坐在厨房里，面对着那一桌没有人吃的年夜饭，哭到天亮。那一晚她心里想够了，明天就跟他说我要走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她老公在她床前跪下来，哭着说，我这辈子就是废物，但我离不开你，你走了我就去死。她站在那里看着他，心里那把刀又软下去了。就这样给了几百次最后一次机会，30年的青春活活折磨成了那副鬼样子。他边哭边抬起头，用那种绝望的眼神看着我，问先生，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他？为什么我这么命苦？我说，林大姐，你不是命苦，你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现在对他的那种心软是在爱他吗？那不叫爱，那叫还债。你前世欠了这个男人一条大命，或者欠了他一大笔还不清的情债，所以你这辈子无名指长这么长，你带着这个记号就是生来还他的。但是你给我听好，再还了30年也该还清了。你现在不是欠他，你是欠你自己。情不空者轮回不止。如果你心里的怨恨你不把他放下，你每天咒他去死，愿他毁了你的一生，这股怨气和恨意就会变成一股极强的磁场引力，把你们2个人牢牢地锁在一起，这辈子被他折磨到死。等你断气的那一刻，你的灵魂因为带着这股恨，下辈子还会循着这股磁场，精准的再遇到他，再嫁给他一次，再被他骗一次，继续折磨，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林大姐听完这话，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一动也不动。她刚才还在哭，眼泪突然就停了，停得很突然。她就那样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神定在某一个地方，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声音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不是哭，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时回不过神来的眼神。她说，先生，你是说我这辈子跟他还没有完？我说，恨不放下就没有完。他低下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抬起来，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他说，那我该怎么做？不是在哭着问，是很平静的在问。就这一点不同，让我知道他听进去了。我说，很简单，放下。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把他当老公看，把他当做一个前世的债主，对他不要有爱，不要有恨，用一种看戏的心去看待他。他再来跟你要钱，口袋里有就给一点当作还债，没有就淡淡的说没有。他发脾气，你不要跟他对骂，就静静的看着他发疯，心里不起一点波澜，
把所有的专注力全部收回来，放回你自己身上。你的余生是你自己的，不是他的。半年后林大姐再来，整个人容光焕发，胖了5公斤，黑眼圈全没了。她跟我说她老公后来中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她没有跑，每天就像照顾一个陌生的病人一样，照顾他喂饭翻身换衣服，心里再也没有一丝怨恨，每天晚上睡得比谁都香。她说奇怪的是，我现在看着她，心里只觉得她很可怜，就这样没有别的了。你说她放下了什么？她什么都没有放下，她只是还清了一笔账，账一清人就自在了。说完了贵人缘和感情缘，接下来这第3段缘，我要讲的是你这辈子来这里要做什么，叫做冥冥之中的使命缘。很多人以为人活着嘛，不就是年轻的时候赚钱买房，生几个孩子，老了退休以后弄弄孙，每天去公园泡茶下棋享清福，这不就是好命吗？别人可以这样过，但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你们不行。你这根无名指那么长，你带着这个印记投胎，你来这里不只是为了你自己那个小家庭，你的灵魂深处是背着一份功课来的使命，不是要你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人的使命是注定要来守护这个家族，即使兄弟姐妹都不争气，他也要像一根柱子一样把这个家撑住。有的人的使命是来照顾一位需要他的亲人，无怨无悔年复一年。还有一种人，他们的使命是在这红尘俗世里，默默为那些在黑暗中受苦，没有人帮忙的人点一盏灯。问题就在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使命，浑浑噩噩地过了半辈子，一点一滴积下来的德行全部挥霍掉了，最后连自己来这里要做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来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台北万华的一条老巷子，有一天下午突然窜出滚滚浓烟，火舌从陈家的厨房一路烧到客厅，爆裂声一声接一声，窗户玻璃被热浪崩开，整条巷子浓烟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整条巷子的人拔腿就跑，有人边跑边喊快走快走，里面要爆炸了。有人已经跑到巷子口打电话报消防，没有一个人回头。所有人都知道陈家里面还有2位70多岁行动不便的老人，但火势那么猛，浓烟那么呛，每个人顾着自己逃命，爱莫能助，没有人敢回头。就在所有人都四散奔逃的时候，有一个人往反方向跑，他把刚买的便当砸在地上，用外套死死捂住口鼻，弯着腰飞奔冲进火场。这个人叫阿明，巷子里没有人看得起阿明，他个子矮，皮肤黑，小学读完就出去打工，在附近工厂做杂工，1个月领的钱勉强糊口，租着巷子里最小的那间房，家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台旧电风扇几乎什么都没有。逢年过节邻居聚在一起，阿明有时候也去，但他都坐在角落里，没有人跟他说话，也没有人叫他一起拍照。吃完他就自己回去了。陈家的太太私下跟邻居说过，阿明这个人啊，这辈子就是个陪衬的，你看他那个样子能有什么出息？没有人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那天2位老人被困在浓烟里，阿明冲进去的时候，浓烟已经黑得看不清楚方向，他贴着墙壁摸进去，听到老太太微弱的咳嗽声，循着声音找到人，老太太已经倒在地上。他把老太太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拖到门口交给外面的人，转身又冲进去。外面有人喊，阿明你不要命了，快出来要爆炸了。阿明没有回头，他把老先生扶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的手臂和后背已经大面积烧伤，外套烧了一半，皮肤和布料粘在一起。他坐在巷子口的地上，没有哭也没有喊痛，就坐在那里看着对面那栋烧了一半的房子，眼神很平静。陈老板接到电话冲回来，一路上他心里最怕的那件事是父母已经来不及了。他把车停在巷口跑过来，看到2位老人站在救护车旁边，一时愣在那里。他冲过去抱住父母，颤抖地问，你们怎么出来的？是谁救了你们？
老先生抬起手指着坐在地上的阿明，陈老板转过去看着阿明，阿明的手臂缠着救护员刚帮他裹上的纱布，整个人靠在墙边，低着头，没有看他，也没有说话，就像平时在巷子里遇到他，淡淡的存在着，不需要任何人注意。陈老板站在那里，喉咙哽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想起这么多年，他的太太说，阿明这辈子是个陪衬的。他自己每次经过阿明门口，也只是淡淡打个招呼，眼神从来没有在这个人身上停留超过1秒钟。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他们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的人，在那一天冲进了所有人都逃离的地方。那天晚上，陈老板在医院陪着阿明，病房里很安静，陈老板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坐着沉默了很久。阿明先开口，声音有点沙哑，他说，陈老板，你爸妈人很好，以前我买东西回来手上拿着很多袋，你妈看到了会叫我先进去放下来，坐着喝杯水再走，就这句话。陈老板低下头，眼泪掉下来。他没有擦。各位，你们听完这个故事想一想，阿明在那条巷子里住了多少年？没有人觉得他重要，没有人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连他自己大概也这么觉得，就是一个陪衬的。但是那一天所有人都往外跑的时候，只有他往里冲，不是因为他特别勇敢，不是因为他经过训练，是因为他心里有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叫做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他走不掉，这就是使命源。使命不是写在简历上的，不是站在台上讲的，不是别人封给你的，它藏在你最自然的反应里，藏在所有人都往外跑，而你却往里冲的那个瞬间里，你不一定要冲进火场，你只要在别人都不管的时候，你管了；在别人都走开的时候，你留下来；在别人都沉默的时候，你说了那句该说的话，那就是你的使命。还有一句话我要说，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不起眼、不聪明，也不会说话，你平时大概不会特别注意他，别看不起他。你不知道在某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默默地为了这个世界做了什么。你也不知道在某一个你最需要人的时刻，那个往里走的人会不会就是他。如果你现在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不该只有这样，那不是你在胡思乱想，那是你的灵魂在敲门。天道在告诉你，你还有事没做完，不要等到那个关键时刻来了，你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准备好。3段缘分讲完了，接下来我还有5句话要跟你们说。这5句话从无数个生老病死里总结出来的，每一句都是真正有用的，你们给我记好。第一，守住初心，善良是你最强的气场。红尘俗世是个大染缸，很多人年轻时单纯善良，到了中年有了钱，那个初心就变了。他开始觉得以前的善良是傻，是吃亏，开始觉得老实人没有出路，要耍点手段才能赢。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年轻时候是个好人，发达了之后慢慢变了，对人越来越刻薄，越来越自私。他以为这叫成熟，叫懂世故，其实那叫福报在漏。你越是得意忘形，你积下来的那股厚德之气就越快散掉，气散了，运势就垮了。人一衰，百病丛生，家里也开始出事。你有贵相又怎样？心术不正，贵相也保不住你。所以无论你走到什么高度，赚了多少钱，永远不要忘记你灵魂深处的那份善良。那份善良不是软弱，是你身上最强的护身符，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东西，也是唯一真正保得住你的东西。第二，不与人争，你的碗比别人大得多。你们的命格是靠愿力和感召来的，不是靠争抢得来的。你越去争那些蝇头小利，就越贬低了自己的命格，把自己的福气一点一点漏光。我见过很多人年轻时候吃过苦，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老了却变成最爱计较的那种人。在菜市场为了几根葱跟人吵架，在家里为了子女过节，给谁的红包多一点而生闷气，甚至兄弟姐妹为了一栋老房子打官司，打到老死不相往来。你们说这值得吗？
让那些爱争的人去争。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天道记得你在这里让出1分，他会在别的地方以健康、以贵人、以子孙的福报补给你10分。你的碗比他们大得多，不要去跟人家抢那几粒芝麻，你要装的是整片汪洋。第3，知恩图报，感恩是你最后的防护罩。人家帮了你，哪怕只是点头的一句提醒你，都要记在心里。你懂得感恩，防护罩就越来越厚，贵人就越来越多。你过河拆桥，转头就忘，那个防护罩就破了一个大洞，下次掉进水里，绝对没有人再伸出手。我以前认识一个年轻人，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他以前的大学老师拿了退休金出来帮他渡过难关，结果这个年轻人后来生意做起来了，换了豪车，逢年过节连一通电话都没打给那个老师。后来不到2年，他遇到诈骗集团公司，瞬间倒闭。这一次他身边连一个愿意借他100块的人都没有，他打电话给以前的朋友，没有人接他，去找以前的合作伙伴，没有人开门。他这才明白，不是世界变了，是他自己把那些人一个一个推走了。天道就是这么算的，你怎么对人，天道就怎么回应你，分毫不差。第4，长出牙齿来的善良，对消耗你的人敢说不。慈悲和软弱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你心软是天性，这没有错，但你要学会分辨，哪些人是真正需要你帮的，哪些人是在消耗你，习惯性的把你当成提款机。厚德是你的底子，自强是你的脊梁，两个都要有，缺一不可。光有厚德没有自强，就变成任人踩踏的软土，什么人都来找你，你还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不对。对消耗你、利用你的人，要敢于说不。你给我记住，这一声不不是冷漠，是智慧，是在阻止对方继续走错路，是对双方都好的事情。有些人就是需要你的那声不来警醒他，你一直说好，他才会越来越不把你当回事。那些因为你拒绝一次就离开你的人，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缘分，走了是替你的人生清场，清走了你才有位置留给真正值得的人。第5，手相是本钱，心地才是真正的风水。最后这句话我要说在心里最深的地方，你今天手相长得再好，那是上辈子修来的本钱，是你带来的那张底牌，但底牌不会自己出，要靠你这辈子怎么打。这辈子心肠狠毒、自私自利，住在龙脉上也照样家破人亡，老天爷照样来收你。反过来，就算手相平平无奇，连小指头都很短，但只要你心存善念，只要你看到别人受苦，心里会不忍，只要你在别人都往外跑的时候，你还想着往里走，你的心就是最大的风水宝地。善良会在无形之中把你的坏命给改过来，这是宇宙间最公平的因果法则。知相而不修，那是徒增烦恼；绝愿而行，持福德自然增长。好，今天讲了这么多，最后再把重点说一遍，你们给我听清楚了。无名指长过食指，男生看左手，女生看右手，这辈子有3段躲不掉的缘。第一，贵人缘，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你快摔死的时候，一定有人拉你一把，但你要懂感恩，接住这份缘，福报才守得住。第2，感情缘，你会遇到刻骨铭心的情债，不要恨当作还债，账一清，人就自在了。第3，使命缘，你不是来享清福的，你是来渡人的灵魂的空虚感，是老天爷在催你，趁还有健康还有能力去找你来这里要做的那件事。要守住这3段缘，记住5件事：守初心，不要真，懂报恩，敢说不心地，善良是最大的风水。现在你低下头再看一眼你这双手，这根无名指，你带着它来到这个世间，它是你前世存下来的底气，是老天爷给你的那张底牌，但底牌不会自己出，要靠你这辈子怎么打。当你低头看手的时候，你再找一个答案。今天这堂课讲完了，答案其实不在你的手上，它在你的每一天的选择里，在你对身边人的那份心里，在你知道自己来这里是要做什么。这件事上，手相是天给你的底，剩下的那一半，看你自己。讲到这里，有人心里可能在想，
你讲的贵人缘、感情缘、使命缘，那都是年轻时候、中年时候的事。我现在已经60几岁了，儿女也长大了，什么风浪也经历过了，这些缘分对我来说还有意义吗？我要说，不但有意义，而且这才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不到最后一刻是没有办法定论的。年轻时候走错了路，老了回头是岸，这条命照样是好命，接下来的福报照样会流到子孙身上去。年轻时候风光一时，老了心术变了，糟蹋了晚节，那就可惜了。前面几十年的功德，可能在最后这几年里头一点点漏掉。所以我常说，60岁以后才是真正在结账的年纪，才是老天爷真正要算你这本账的时候。无名指尝过食指的人，到了晚年会出现一种很特殊的状态，我把它叫做晚年的第4段缘，叫做与自己的和解缘。什么叫与自己和解？很多人不懂这句话，他们以为和解就是妥协，就是认输，就是我放弃了，我认命了，不是这个意思。与自己和解是你终于在这把年纪，把这一生该看清楚的都看清楚了，该放下的都放下了，然后你第一次真正的平静的把这一辈子结住了。这种人你们身边大概都有见过，60、70岁，头发白了，但眼神清亮，说话不多，但每一句话都有分量。走进一个房间不用开口，那个气场就让人觉得安心，觉得稳，觉得这个人背后有什么东西在撑着。那不是权势，不是财富，就是那种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沉淀下来的定力。这种人不爱出风头，也不爱计较，遇到什么事情都能4两拨千斤，轻描淡写地就处理好了，让旁边的年轻人叹服，说这个长辈真的不简单。这就是无名指长的人在晚年真正走到了的那个境界。但我见过很多这种手相的人，到了晚年反而走偏了，走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我叫他晚年的3种肉福相，不是手相上的肉，是行为上的肉，是心态上的肉。这3种肉专门克这种好命的人。第一种肉叫做倚老卖老，把自己的经验当成枷锁套在晚辈脖子上。你这辈子吃过苦，见过世面，有一肚子的经验，这是好事，这是你的资本。但有些人到了老年，就把这个资本变成了一种武器，天天拿出来压人。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当年怎样怎样，你现在这点苦算什么？你们年轻人懂什么？你给我照我说的做就对了。家里的孩子想做一件新的事情，话还没说完就被他压下去了，什么都否定，什么都不支持。结果孩子慢慢的就不跟他说话了，有事情也不来请教他了，逢年过节敷衍一下，平时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你问他为什么子女不亲近，他说孩子不孝顺，不懂得感恩。他从来没有想过，是他自己把那扇门关上的。人到晚年有智慧的人，是把自己的经验变成一盏灯，温柔地照着，让晚辈自己走，而不是变成一堵墙挡在前面，叫他们按你的方向走。这2种人的晚年天壤之别。第2种肉叫做把委屈当成存折，年年在利滚利。有些人这辈子吃了很多亏，被辜负过，被背叛过，年轻时候忍下来了，到了老年反而越想越不甘心，把几十年前的事情翻出来，逢人就讲自己当年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讲别人当年怎么对他，讲自己这辈子亏欠了什么，活在那股怨气里出不来。儿女来看他坐下来，还没喝完一杯茶，他就开始说，你们不知道我当年为了这个家付出多少，现在你们翅膀硬了就忘了我了。说到最后自己委屈，儿女也难受，久了儿女就开始少来，因为每次来都是受罪，心里觉得愧疚，却又找不到出口，只能躲着你，把委屈挂在嘴边，以为别人会心疼你，其实别人只会越走越远。而那股委屈和怨气天天在你身体里发酵，先坏掉的是你的气色，然后是睡眠，然后是身体。我见过太多身体莫名其妙垮掉的老人，去医院查什么大病都没有，就是这里痛
那里不舒服，检查不出原因。这种病不是医院能治的，是心理的事，是那口一直没有吐出去的怨气在作祟。委屈不是存折，它不会替你增值，它只会让你生病，让你的晚年越来越苦。放下才是老年人最大的养生。第三种漏叫做把钱握死，以为财富是安全感的来源。无名指长的人年轻的时候舍得付出，但有一部分人到了老年反而变了，开始斤斤计较，钱抓得很紧。子女来借钱，他这里推那里挡，说我老了没有收入，我要留着养老，说不定你们以后不养我，我只能靠自己。说的好像手心里那几个钱才是他晚年唯一的保障。我不是说要把钱全部散出去，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抱着财不放，是因为你心里有恐惧，你怕你不相信老天爷会照顾你，不相信你的善良和付出会有回报，所以你要自己紧紧攥着那个安全感。但你们想想看，你这一辈子每一次被贵人拉回来，是靠你手里那几个钱换来的吗？不是，是你这个人的品格，是你的厚德，是你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走开，这才是你的底气。你把钱握死，反而是在告诉老天爷，你不信任他，你只信任那几张纸。而老天爷是会照单全收这个信号的。你越紧绷，财越守不住，人越孤立，晚年越难过。真正懂得晚年养福的人，是该用的用，该舍的舍，心里宽气就顺，气顺，身体才会好，身体好，才有命享那个福。